你说这丁宝珍也太狠毒点了吧？他怎么不干脆直接刨了我们的祖坟呢？是啊，这养廉银一捐，我们全家10几口人的开销，如何是好啊？朝廷每年的俸禄也就180两，全指着养廉银活着呢。哼！你们少跟我这装可怜，自己什么德行，你们心里没数吗？大人，那你也得替我们想想办法呀。这个是我的200两，我在贵州这么多年也没有什么积蓄，就这个傍身钱。义母，你拿着来。小妹的傍身钱我怎么能要呢？你要是不要，你就是不把我当丁家人。怎么会？哎，不行，义母你拿着。丁府有事，便是我小妹的事儿。夫人，小妹，吃那个。云飞，坐。大人找我有事，我就不做了。这是我捐的1000两，还有少爷托人带来的1000两。告辞。大人，这使不得啊！有何不可？这是大人心头所好，辛苦了几十年，一直带在身边，拿去当了，实在是可惜啊！这东西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呀。拿去当了。是，属下去了。儿啊，哎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事儿。儿子，来，到娘这儿来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哎，你这孩子吞吞吐吐的劲儿啊，跟你爹当年一个样。娘，能不能把爹留下的玉佩拿给我看一看？啊。娘看见这块玉佩呀，就想起你爹。这块玉佩呢，就好像会说话一样。娘有的时候心里难受，我就对着他，我就说呀说呀。话说完了，这心里头啊就舒服了。来。娘，我也是觉得这玉佩好像有灵性似的。我能不能把它带在身边？啊，你拿去吧。
去吧。哎，儿啊，娘就一句话，你要是把他当了，就要有本事把他赎回来。娘放心，我一定把他赎回来，一定。拿过去。大哥，这个时候理应大家齐心协力，为大人分忧解难。这话是这么说，但是你的玉佩不能要。这是我的一片心意，为什么不能要？为什么？这个玉佩可是你父亲留给你的遗物。我父亲留给我的是言传身教、家风正气，不是这些身外之物。兄弟，你的心情当哥哥的能理解，可是哥哥这是替你舍不得呀。是不是不拿我当自家人呢？行，放这。多谢大哥，那兄弟就先告辞了。去吧。绑紧一点儿，别掉了。老爷，这些都是要去当铺当的东西，还差一些银两。真是难为你们了。老爷，我有事要问你，你是不是把自己收藏的文房四宝也拿出去当了？没有，我送给云飞了。你别拿云飞当说辞。你的心思我们都了解，就是不愿意说破而已。我已经让云飞把东西送回去了。老爷，这是8000两银票，等把这些东西当了，就凑够1万两了。这8000两银子，再加上这2000两银票，那1万两银子就有了。都说1文钱难倒英雄汉呢，可咱们家里有你们这些英雄汉呢。哎，对了，既然这1万两都凑齐了，那我们马车上这些家当都不用当了。小妹说的对，把这东西往回抬。来，快搬回来，搬回来。好。春兰，夫人去世之后，我本应遵她遗嘱，为你举办以夫人之名娶你进门之仪式。可如今黄河泛滥，百姓受灾，日后咱们再补办吧。老爷，我不在乎那些个俗礼，只要老爷无恙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现在银子凑够了，可以开工了。老爷，其实云飞、裴荣，包括松汝，都给您捐了钱，只是他们把钱交到我手上，又不让我告诉您。他们不说呀，我也知道。还有慎武，他那1000两银子，可真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。夫人，坐。慎武呢？
他虽然不在我身边，但就像在我身边一样。那您就多给他写写信呢。要是他做得好呢，您就夸奖夸奖他。其实慎武是非常在意您的夸奖的。陈云飞，念。是。巡抚丁宝桢任捐1万两，布政使文彬任捐1万两，通判徐子辉任捐127两，知府邵雨潇任捐50两，济南参将邱伟光任捐35两，同知徐沙星任捐7两。不太合适。做我大清国的官，是亏待了你们呐。徐沙星，属下在。你年前就已经娶了一房小妾，上个月又娶了一房，这是第几房了？5房了吧？大人，这都是老家的亲戚，他们给我介绍的。他说他们在老家都吃不上饭了，所以才让我……不是吧？我听说这些都是你从宏渊阁给赎出来的。大人，邱卫光在。你说说你们家几口人？回大人的话，算上刚成亲的儿子，一共10口人。可你在济南府的住宅不下20多处，我是不是要把那10口人都分成2半？大人。许通判，下官在。你把你捐的那100两银子拿回去。大人，这使不得。你为官清廉，两袖清风，我心里有数。你那100两银子，有1多半是你夫人编竹筐换来的。大人。邵知府。大人，下官数字写错了，下官还需再改。邵知府，呵呵，邵知府那是好官呐。大人过奖了。一点都不过。邵知府有一个嗜好，喜欢斗蛐蛐。邵知府把历城县河边的路都给绝了吧？你雇了多少民夫啊？1000多个，捉了几只上好的蛐蛐吧？大人，下官知错了。整个东省有多少州县在受灾？荒水滔天，饿殍遍地，逃难的百姓不计其数。马上就要开春了，受灾的州县春播怎么办？我山东省的粮草赋税怎么办？要是把良民都给逼反了，你们这些人的脑袋一个都保不住。我丁宝桢自打上任的那一日起，我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。为官之道，上要对得起皇上，下要对得起黎民。我自认为我丁宝桢有许多不足之处，诸位
都是苦读寒窗才得到的功名呐。为什么一做官就把圣人教的就抛到九霄云外了呢？属下知罪。站住，不得靠前。劳烦通报一声，就说范家庄范义及众乡绅前来认捐。在此等候，我这就前去禀报大人。有劳。大人，范家庄范义等人前来认捐。让他们进来。遵命。云飞，大人，继续登记。是。诸位大人好啊！诸位大人辛苦了。丁大人，今日我代表范家庄认捐5万两，支持丁大人修堤筑坝。范庄主慷慨解囊，救山东百姓于水火之中。丁某替山东百姓谢谢你了。哎呀，丁大人真是折煞我了。丁大人乃是贵州人，为我山东百姓做出了太多了。我本是山东人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若再无动于衷，有何脸面去见家乡父老啊？范庄主，里边请。丁大人请。您请。范庄主，请坐。谢丁大人。范庄主的义举，保真钦佩。我会奏请皇上，对范家庄请赐褒奖。谢丁大人，范某感恩戴德，治皇之事，愿效犬马之劳。哎，来，范庄主请起。以后，但凡用得着范庄主之处，你别推辞哦。不敢。丁大人，这是我与各大商号东家商议过的，是捐给巡抚衙门的。巡抚衙门是官府，哪有私授民财之理呀？你是商，我是官，望范庄主自重啊！大人恕罪，小人就斗胆直言了吧。当今这世道，认捐摊派的我们可见多了，又有多少是把钱用到了正经的地方？不都是借着由头中饱私囊？小人这么做，也是为了试探我，大可不必。我丁宝桢平生最恨的，就是中饱私囊的官吏。真是老天开眼，让大人这般英才降于我山东，我山东百姓有救了。范庄主，不是老天爷开眼，也不是我丁宝桢英明，是当今圣上委派我到山东省来做官。你要谢啊，你就叩谢皇上吧。大人说的是。来，坐。裴荣告诉我，你要把这块玉佩当了，为我筹钱。松乳，我记在心上，但这玉佩你拿回去。我就是想为大人出点力。松乳啊，你父亲的遗物不可弃，他对你是传承，而且对于你母亲是一种寄托。属下明白了。你上次跟我说的
那个河工，你找着了吗？他叫李阿福，菏泽人士。之前石庄户复决的时候，他担心家人，便去寻找了。他常年在河上干活，有一帮兄弟跟着他。黄河上的事情，他了解得多一些。我觉得此人能够帮到大人。你找到此人，一定给我引荐，我要重用他。大人放心，我已经派人去给他送口信了。乔大人，今天乔大人能来，宝珍感到很欣慰。之前多有冒犯，请乔大人不要往心里去。唉，丁大人言重了，是丁大人的诚心打动了我。乔大人，今天就是想听听乔大人对这个修堤方案的看法。好。现在修堤的钱款已经筹集的差不多了，那下一步呢，就是筹集粮草和招募河工，民夫一事就由我来负责。温大人，下官在。筹集粮草就交给你了。下官知道了。邵大人，下官在。你配合布政使司筹集粮草。下官领命。丁大人，图纸和方案我并无异议，只不过你说现在马上动工，我觉得实为不妥。近日天气变幻无常，你可考虑河水串滩的情况。来，你看，旧河下游堵塞数十里，会把水挤到这片滩地，过不了几日，就会刷出沟槽，逼成溜势。对工程影响很大。而过几日，当旧河这儿堵塞减缓，我们就找人抢出一条小堰，这样不但可以巩固地基，又可以兼做通料之路。你看看，乔大人还是治水的行家呀！知皇兄，你牵头做事，我自当鼎力相助。有乔大人的鼎力相助，宝珍心里就踏实多了。宗儒，哎呦，阿福哥，哎，来，快来，来，请坐，我给你倒水去啊。哎。收到我的口信了？口信啊？没有啊。那你怎么知道我要找你啊？不是你要找我，是我有事要找你。找我？啊，你不是回乡去看妻儿了吗？哎，嫂子跟孩子怎么样了？女儿死了，妻子和儿子还没找到呢。阿福哥，节哀。嫂子肯定是跟着逃难去了，会找到的。兄弟，你可是在山东巡抚大人府上做官呐？当差而已，不是做官。啊，兄弟有才华，挺好，挺好。阿福哥，你若找我有事，就直说。兄弟，我想告状。告状。东明县堤坝溃堤一事，我认为是人为所致。此话怎讲？当日干活的时候，我跟你说过，为保家中平安，我在修堤之时还多加了物料。没错，当日你是如此说过。所以东明堤坝不可能被黄水冲开10丈宽。此事和罗子聪脱不了干系。那你可有证据？这么说吧，若你执意报官，没有证据，那可不行啊。这不明摆着的吗？
还有啥证据？这可不是小事，此事若是人为，一旦传出去，恐怕会引起民乱。到时候你没有证据，再告你一个妖言惑众之罪，那是要杀头的。证据便是我可以去对质。那物证呢？你要是有物证，交给我，我呈给大人，由大人定夺。若是引起民乱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兄弟在官场当差吃饭，你们官官相护是一定的了。既然如此，你我情分就到此为止吧。告辞。阿福哥，阿福哥，阿福哥，阿福哥。哎呦，我还找你有事呢。哎呀，各位大人，现在有大批的灾民聚集在济南府的城外，若此事处置不当，事态一触即发，情况紧急，我就长话短说了。李培荣、于国忠，在。我命令你们带兵，把守住各个城门，维持好灾民的秩序，保证济南府城内外运转通畅。是。梁楚道宋大人，在。即刻开仓放粮，搭建粥棚，让每一个灾民都有粥喝，绝不能饿死一个灾民。齐宗儒，在，负责监管此事。是。全济南府的衙役、巡捕都到城外，组织人员搭建粥棚，让每一个灾民都有挡风遮雨的去处。云飞，在。你抓紧按照乔大人的建议修改河堤方案，这河堤得抓紧修啊。如若不然，肯定会有灾民越聚越多。大家照此行动。是。让我们进去！箭手准备！你胆子大了，你弓箭能对准百姓吗？若让这些灾民进了济南城，济南城必然大乱。到城外把灾民给我安置好，不能动用武力。后退！快去！是。把弓箭都放下。快离开这里！4个、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、9个、10个，那么多呀！啊，3丈。3丈，对。大人，各3丈，对。大人，粮食日日消耗，裴荣兄那边怕是支撑不了几天了。大人，大人，灾民冲进城了。粮食日日都发，灾民干嘛还乱了呢？自从咱们开始放粮食粥，百姓是1传10，10传百，都知道咱这有吃的，大批灾民蜂拥而至，我估计至少得有5、6万人。咱们这点粮食，它不够吃啊！云飞，你奏折800里加急送军机处，请旨赈灾。是。裴荣、松汝，随我去布政使司。是。是。大人有事叫人通报一声就是，何必亲自前来？兹事体大，不敢怠慢呢。请大人吩咐。
前几日，我命你筹措修河道的粮食，你可曾办妥？啊，办了。大人请看。就这点粮食？大人，黄河水灾，各地的粮食都很紧呐。聊胜于无，先把这些粮食拉走救急。哎，大人，这可是您安排的修河堤用的，您都拿走了，到时候修河堤，我是再也拿不出粮食了。现在灾民涌入济南城，而且河工尚未筹集，当务之急是先平息灾民。你们二人先把粮食装车。是。走。再向其他地方借粮食，以赈济灾民。大人，今年的黄水异常涨发，临近各州县已是严重受灾，这筹来的已是军米呀！我真的再没有别的地方可筹借了。文大人，再想想办法。大人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呀！此次受灾范围极广，受灾百姓人数众多，各州府也都在开仓放粮。天灾人祸，大人，我们还是晚了一步。凑足的钱粮，看来只能当赈灾，维持现状，不够修坝筑堤了。治标不治本，又有何用？若不治理水患，我山东将永无太平之日。动工就在现在，而且要以工代赈。我们治水需要民夫，而现在大批的灾民无处可去，何不以义补短，将灾民变为治水的民夫，一举两得？大人，一旦将灾民变成治水民夫，把几万人聚在一起，那就是个天雷。粮食、饷银，那都是引线。如果粮饷不够开销，这属下不敢想。此事自有风险，若要毕其功而于一役，我们只有铤而走险。现在摆在眼前的两件事：一，天灾人祸，但其根结已经清晰，为何不拼力一搏啊？你现在即刻草拟榜文，张贴在各州铺和城门处。是。今黄河灾情越发严重，本府立志根除此患。现召集各地灾民，以工代赈。凡参加劳动者，管1日3餐，住统一工棚，每月赏银1两纹银。有意者到署衙登记造册。一个一个来，排好队啊！估计是要以工代赈了吧？对。等会儿再去登记。咱是不是得找几个人去？这次不光要揽这活儿，而且要多找些人。
那好啊，人越多，咱越挣钱。这次包活的目的不是挣钱，我是想趁机接近一个人。谁啊？范毅。范毅。前几日，我听人说，范毅为衙门捐了不少银子，他常年修缮弥涅，估计这次他也会参与。你还说你不想挣钱？这给范毅包活的就没有不挣钱的。我说了，我揽他的活，是为了接近他，去查他。这石庄户复决一事，范毅与罗子聪是一样的可疑。我就是要接近范毅，查明这复决究竟是不是人为所致。福哥，咱查归查，也别耽误了挣钱嘛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这挣钱的好机会，咱也不能错过。不过，此事你千万不能把我泄露出去。你查你的，我挣我的老婆本。去吧，把你棍子收好了，别惹出事端来。放心吧，福哥。大家注意啊！听我说，要登记合工的，到这边排好队，把你们的家眷都安置好。大人，灾民一共43725人报名做合工。好啊，这比原来的人数多出2万啊！粮草耗费巨大，可是工时却缩减了一半。大人，这把刀可是2面开了刃的，属下还是不放心呢。此事刻不容缓，要赶快把民夫调上河道。明白，就在贾庄户集合。你现在以山东巡抚衙门的名义，通令山东南部各州县，让他们迅速调粮食北上，支援赈灾。南部虽未受灾，可灾民却会奔着那些州县而去，恐怕他们的粮食也未必够啊。当务之急的是解决4万人的口粮。属下明白了。将我自筹修河道款拨出一部分，到邻省去购粮，解决河工和灾民的粮食供应。山东受灾，邻近省的粮食一定会大涨，加上灾民四处逃散，那些无良商人定会抬高粮价。你留守济南，四处筹措，以应不时之需。大人几时动身？你替我跟春兰言语一声，不说她不会放心的。家中之事，我就拜托她了。大人放心，路上保重。托丁大人的福，咱们才有机会混口饭吃。听好了，不得偷工减料，不得拖延工期。是。下去干活吧。哟，这不是李阿福吗？来，见过范庄主。走。我听说你们村被淹了，妻儿还好吗？女儿死了，妻子儿子还没找到。小意思，收下，啊，收下。阿福，你这次来，此次来我是想讨口饭吃。庄主若是为难，小的就先告辞了。慢着，你先来看看图纸。你看，这一段一共有10里，
都处在合龙的位置上，你干不干？这大工程啊！用工用料，你说了算，老规矩。老规矩。不过庄主，小的有一事不明，这么重要的位置，为何交予小的？这其一嘛，你与我认识多年，我信得过你。这其二，这次黄水你又家遭不幸，这一段确实需要能工巧匠，你就是最佳人选。承蒙庄主不弃，此事小的一定办妥。恭亲王啊，你这是何意呀？太后，我本来想拿出国库现有的50万两银子，好好的给您修修园子，让您高高兴兴的踏踏青、赏赏春。但是现在有4、5万的灾民聚集在济南府，恐怕会酿成大祸呀。小李子，奴才在。把王廷义的折子拿给恭亲王看看。这是王廷义前几日弹劾丁宝桢的折子，我压下了。丁宝桢明明知道黄河年年发水，他不提前准备，哼，反而回了贵州老家。谁知今年洪水早发了数月，他自己在奏折里不也说了吗？未及时勘察，坐失时机。这样的官儿，你把钱给他有用吗？再者说了，黄河年年发水，年年拨款治水，不也没见奏效吗？依我看呐，还不如修了园子呢。太后，如果置之不理，灾情蔓延，恐怕会发生民变。西北常年战乱，国库现在又异常的空虚。哎呀，万一山东再乱起来，恐怕无法收拾啊！恭亲王，出了事儿就往我身上推，你这算盘打得好啊！太后，臣也是实在没有办法。老祖宗的规矩，你是最知道的。这赈灾的款子，哪是能动的呀？我知道。这赈灾治水一事，若是不办，或者是办不好，那都是要被骂名的。办不好，那就让丁宝桢去被骂名。那这个折子，我就压下了。太后英明。起来吧。啊，谢太后。治水的事情若是办不好，杀1、2个总督、巡抚什么的，那是不在话下的。那你是盼着他办好呢，还是盼着他办不好啊？办好了，那也是朝廷的帮扶，太后的恩赐。没有太后修园子省下的银两，他丁宝桢拿什么去治理黄河？办不好，太后体恤民情的心意也尽到了，那是底下奴才办事不力。哼，听你这么一说呀，我心里痛快多了。那就让曾国藩从直隶调粮，你从国库拨银子吧。这。各位乡亲，
父老乡亲，我们的身后就是这滔天的黄水，正是因为这黄水，使得我们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、漂泊他乡。父老乡亲们，故土难离呀！若是这水患不除，我们何年何月才能回到故土？我们何年何月才能安生度日啊？老天爷是帮不了我们的。若想让这身后的黄水退去，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的这双手。对，大人说的没错，只能我们自己干。诸位乡亲，今日我丁宝桢在此发下誓言：这黄水不退，我誓不还家。若大家还信得过我丁宝桢，就与我一起开工治水。开工治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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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工治水。老爷，何事，金黄？巡抚丁大人已经召集4万民夫赶到贾庄户决口处，准备开工了。朝廷的钱粮未到，他仅靠自筹的那点银两就敢动工，我必鼎力相助，通知那里的河工委员和负责河道维修的刘大人随我同去。是，老爷。啊，明白吗？志煌，建侯兄，志煌，建侯兄，来，建侯兄，请坐。宗叔，给乔大人倒点水。建侯兄啊，面对黄河之危，方知人力之羸弱呀。志煌啊，我自打入仕以来啊，一直与这黄河打交道，一晃几十载过去了，也未将这河水治住。黄水如猛兽啊！敢问建侯兄，这往年治水，皆是由何人负责采买物料和民夫的调遣的？往年物料的采买由河工委员负责，河工委员也就是委托地方的商户买进。民夫的调配由各个工头负责，堤坝的维修进度由河道衙门统一监督。明白。既然是由我来牵头，那河道监督之责就由我来负责。那是自然，河道衙门全力配合便是。哎，志煌，往年这河道维修啊，范家庄的范庄主出力最多，他常年负责民堰的修缮，老道得很呐。你说的可是范义？正是此人。我与范庄主有过一面之缘。既然建侯兄对此人如此信任，那一应事宜就交由他来负责吧。志煌，哎，你看啊，你若想在贾庄户合拢啊，那必须在上游的10里铺分流河水。分流？对。你看啊，那这一段就由我来负责，你意下如何？甚好，那就有劳建侯兄了。裴荣，在，把河道民夫以及账目都交给乔大人，由乔大人来筛选民夫，划拨粮草。是。既然这样，志煌，我就先行告退。乔大人，恕弟不愿送。告辞。乔大人，请。请问诸位弟兄，你们工长何在？我。你给我说说，
你为何在这3尺见方的地方垒起夯呢？回大人话，是为了筑基，在这里加固之后，再向2侧延伸，一是为了防止有变，再次冲垮堤坝；二是可以节约时间。你这种匠心真是难能可贵啊！做得好。装腔作势。福哥，你跟他有仇啊？我跟当官的都有仇。你没发觉吗？咱们的口粮是越来越少了，这粥也是越来越稀了。还真是，说不定都是被这帮狗官给克过。别的我不管，咱们这一摊子事儿得先干好了。走吧，干活去。走。大人，属下刚从济南府赶过来。可有消息？朝廷的拨款到了，共计50万两。太好了，有了这笔钱，能让许多人都吃饱了。我们的粮食现在到哪儿了？之前去南部购买粮食的官吏回来了，那边也出现了大批灾民，南部各州府也在勉强支撑。朝廷的赈灾款已经到了，那赈灾粮是不是也应该快有消息了？大人还不知道吧？粮食是由直隶省负责调运的。哼，这粮食由直隶调出，甚是不妥哟。我东省遭灾，直隶地界呢，今年收成也不是甚好，吏部的钱要去换成粮食，那采办还需要些时日。宋儒在。我们的粮食还剩多少？所剩无几。还能撑几日？最多2、3日。宋儒，你去告诉裴荣，让他安排民夫轮番上工，节省体力。还能拖延几日？也只能如此了。我立刻就拟出一份细则。能坚持1天，不是1天了。大人。哦，大人，您为何突然叫我至此？粮食告急。加之黄水水势渐涨，致使筑堤的工程有所下降。若是固守就范，加以施工，我怕整个筑堤的工程会有所延误。那，大人是想改良筑堤的方法？前几日我见到了一个工长，他的筑堤方法颇为独到。你不是原先在东民县有过治水的经验吗？正是。我就想带你去，向这位工长请教一下，你帮我看看，他此法能否在全段工程上加以推广。大人放心，松汝必不辱使命。我们现在就去。是。福哥，丁大人找你。丁大人？对。在哪儿？就在那儿。大人。啊，福哥，原来是你呀！大人，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讲过的李阿福，李大哥。你就是李阿福啊！大人寻我何事啊？
当然是惦记着你的肚子里的学问呢。啊，我斗大字不识一筐，哪有什么学问？谁说的？上回和你聊过之后，我就一直想再找个机会，向你再讨教一二。大人，李大哥的本事我最清楚，有他在，此次大人治水必定成功。这样吧，我们找个地方详谈。这样，工时不光能节省一半，大坝合拢后还更容易加固。确实是治水高手。哎，我真不是啥高手啊，我只是这个干活的时候爱瞎琢磨，能省工时，自己还能多挣一些。阿福兄弟，你这样做是对的。凡事只要用心，多动脑子，什么事儿就都能解决。是，大人过奖了。小的就是个粗人，要是没有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告辞了。且慢。对，丁某斗胆，想请阿福兄弟做我的监工，你意如何？太好了。大人，小的真没什么本事，小的做不来啊。大人是怕东明县之惨案再次发生，全当是为了受灾的百姓，还望阿福哥莫要再推辞了。小的遵命。大人既然如此信得过小的，小的定不负大人之所托。若有什么困难，直接来找我。大人，有一事我想跟大人说说。请讲。今年我曾在东明县决口处加固堤坝，因我家便在东明县黄河对岸的山东境内。为保家中平安，杭州的格外用心。可是我还是听说，堤坝被冲开了10丈宽的口子。等一下，你说这决口不是天灾？大人高见。大堤决口如果是人为，那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想从中得到什么？小的愚钝，小的不懂这些。我只是听说罗子聪罗大人自杀了。罗子聪在决堤之后便畏罪自杀。你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罗子聪致使石庄户的堤坝覆决吗？哦，对了，罗子聪死前疯了，大骂贾让，可我不知道贾让是谁，问了许多人也都不知道。他是个古人，写了一本治水的书。他认为啊，治水的关键不是修坝，而是要拓宽河道。难道是罗子聪自己掘开了堤坝？自掘堤坝？那他可真是疯了。还有一事，罗子聪与范家庄的范庄主交情深厚。你说此事与范毅有关？若无确凿的证据，我很难判断谁对谁错呀。我明白了。这样吧，现在尽一切可能去收集证据。如果确实事实如此，我定会还你公道。谢大人。哎，阿福大哥，看来今天是最后一顿饭了，能分上1粒米来，也是祖上积了大德了。没事儿，福哥，这黄河有的是水，多发几次水，我们也能喝个水饱不是？你家用黄河水煮粥啊？我家都被淹黄河里了，你说呢？哎，干嘛？干什么？别抢了，这是最后的口粮，是丁大人家的粮食。我们都饿了5天了，别说是巡抚，就让皇帝家的粮，老子也敢抢。咱们，有人抢粮食，快来人！福哥，他们太欺负人了，怎么办啊？好，快，丁子儿，兄弟们，听我说，这老天欺负咱，咱认了；这官府欺负咱们，咱们忍了。你们看，
现在就连这帮灾民也欺负我们，咱们忍得了吗？忍不了！给我打！打！好，走出去！走！好，走！走！不走了！住手！别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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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郑，韩荣，万万使不得！停下！别打了！停手！别打了！住手！丁大人，此处危险，先离开此处。范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丁宝桢不能走。老夫兄弟，为何弄成这般局面？丁大人，当日告示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以工代赈，修堤坝管吃的。可眼前粮食就这么点儿，河工们能不闹吗？丁大人，我们如若有一点办法，也不会抢粮食。若再无粮食，那要把我们饿死啊！对呀，饿死我们呀！大人，若无粮食，河工们也活不了。老少爷们儿，粮食短缺已是事实，你们的苦我心中明白。再给我2天的时间，只要我丁宝桢还有一口气在，我一定给大家弄到粮食。凭什么相信你啊？凭什么相信你啊？真的假的？对呀，凭什么听你的？说一骗我们的，我们不还得挨饿吗？对呀，就是先点粮食再说。现在就挨着饿呀，现在饿了。各位，既然大人都这么说了，请大家再等2日，这2日的口粮由我范家庄出了。不可能，咱们这么多人，天天的吃，那得多少粮食啊？真有那个好，那我们再等等，走。啊，走，信你，信。走了，走。有劳范先生了。范先生放心，粮食一到，2日口粮我必定如数奉还。小的替丁大人分忧，这也是该做的。多谢了。就是以后来了，人来了便是，这家丁和枪就不必来了吧？大人训诫的是，小人不是怕大人有危险吗？快抓住他！快！这土质怎么能筑堤呀？翻译果然有问题。大人，如今只有给朝廷写一封奏折，催要赈灾粮，否则别无他法。若知里有粮，早就该到了。赈灾粮不会来了。大人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今年漕粮起运，押粮官知我山东水患严重，特询问大人安全回京的水道线路。漕船现在在何方？现在济宁。大人，此事万万不可啊！什么事就万万不可呀？
此事一出，太后必会为难大人。你别在这打哑谜了，行不行？到底什么事儿还能扯上太后？哎呦，你们俩可急死我了！哎，松荣，你肯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你赶紧跟我说说呀。大人，可是要上奏节曹赈灾。大人，大人三思啊！大人，您之前已经拿走了太后修园子的钱了，如今太后正在筹措在东陵修建自己的万年奇地，她指着今年的银子开工呢。此时上奏节粮，那是虎口夺食啊！而今如此之外，别无他法，不节曹粮，则会民变。齐松儒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想要大人的命吗？你有何妙计？你倒是说说啊！民府闹事，你们已经看见了。若再无口粮，真就松儒说的这般，会激起民变呢？我意已决，我即刻给朝廷上折子，陈述我山东之困境，望朝廷能体谅我丁宝桢节曹粮的一片苦心。苦心？大人是又给了太后一个治您罪的口实吧？我管不了这么多了。请问楼上是王玉王大人吗？正是。你们几位是？山东巡抚丁宝桢。我有要事要与王大人商议，烦请通报一声。几位大人稍等。国忠大人，速派亲兵到码头候命，随时准备接粮。是。来，启禀大人。何事啊？山东巡抚丁大人来访，说是有要事相商。丁宝桢，大人，不过属下发现，在这批清兵的后面还跟了一队马车。随我出去看看。是。大人，大人，丁大人。王大人，丁大人，王大人押运曹粮，劳苦功高，真是辛苦辛苦啊！听闻丁大人每日都在菏泽修堤治荒，丁大人才是辛苦。今日怎么空闲来此啊？王大人是个爽快人，既然如此，丁某就不与王大人兜圈子了。愿闻其详。王大人，此次水患，我山东百姓万亩良田毁于一旦，饿殍遍地，浮尸千里呀！山东百姓真是苦不堪言呐！丁大人所言极是，下官此次山东运粮，看到蝗患确实比往年更加严重。是，山东百姓之苦，下官感同身受。我等的就是王大人这句感同身受。有了王大人的感同身受，我山东百姓便有救了。今日，我丁宝桢代表山东百姓向王大人借粮食。借粮？对。下官不明白丁大人的意思。
今日丁宝桢要借曹良赈济山东百姓，望王大人周全。丁宝桢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，来，把丁宝桢给我拿下！丁大人，你可知道擅劫曹良的是什么罪过？时君俸禄，自然知道。那你这是为何？此前丁某已上奏朝廷，奈何如今上谕未达。然我山东形势已处于紧急关头，出于无奈，丁某才出此下策。若无粮食，这民夫不能将堤坝合拢。若堤坝不能合拢，我山东全境则毁矣。为了山东百姓，今日曹良，我界定了。丁大人，这是官粮，我若丢了官粮，我可是杀头之罪呀！王大人，今日你把曹良借予我，我之前已修书给朝廷，是我逼迫于你就范，与你并无关系，一切罪责由我丁宝桢一人承担。望王大人周全。待水患平息之后，丁某必登门赔罪。谢王大人成全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带丁大人去码头。不必王大人劳顿，我的人已在码头上等候，只需王大人调令配合即可。丁大人，你真是算无一策呀！哎，王大人谬赞，实乃无奈之举，望王大人体谅。丁某还有要事，就不能相陪，告辞了。丁大人，请。大家别吵，我来说。丁大人说了，2日之内便有粮食。现在2日过去了，粮食呢？对呀，大家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，听我说。丁大人2日前什么时辰跟你说的？50。50，现在才40，离整整2天还差1个时辰。大家放心，丁大人言出必行。若是到时候无粮，你们找我。找你有用啊！粮车来了！粮车来了！丁大人来了。弟兄们，我说了，2日时间，我必然把粮食运来。从今天开始，大家就安心干活，早日把咱们的堤坝给修好。你们看，粮食已经来了。这么多，你吃得了吗？丁大人说了，今日想吃多少，便吃多少，吃饱了，便将这2日的工程给补上。吃饱了干活。你让你刚拿完。哎，哥，我听说丁大人给咱们这口粮是结的。结的，丁大人还没动皇上下，就把这曹良拉了。丁大人为了我们，冒着杀头的危险，这恐怕也找不出这样的官啊！杀头啊！
这就是丁宝桢的奏折。启禀太后，正是。奏折上字字句句写的都是他劫曹良劫的多么有道理，他眼里到底还有没有皇帝？太后息怒。妹妹，别动气，气坏了身子。姐姐，我能不动气吗？他是不是知道，皇上龙体欠安，我们2个寡妇当家，诚心欺负我孤儿寡母？奕熙，你说，劫曹良该当何罪？劫曹良，乃欺君之罪。好，那就传我的懿旨，先革了丁宝桢的职，交给吏部查办。太后，这有些不妥吧？有何不妥？丁宝桢劫曹良，实是罪不可恕，但是另有实情。你接着说。丁宝桢上书，要钱治黄，要粮赈灾，银子很快就运到了山东，但是这粮嘛，不是让直隶早就给他拨粮了吗？我早就接到直隶总督曾国藩的奏折，直隶自顾不暇，故无粮调往山东。眼下是治理黄河的紧要关头，如若无粮，那治黄之事必将前功尽弃。那朝廷拨给丁宝桢的治黄款，就等于白拨了。拨了那么多银子，可不能打了水漂。臣以为，丁宝桢也是出自此考虑。他劫曹良，就是不愿意看到治理黄河功亏一篑。眼下，治理黄河是头等大事，劫曹良在治理黄河面前，就算不得什么了。安成，奴才在。你的意思呢？启禀太后，恭亲王说的是有道理，望太后开恩，望太后息怒。妹妹，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了，就算了吧。我也累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谢太后。大坝漏水了！大坝漏水了！漏水了！哎，漏水了！快看，漏水了！漏水了！不好，大坝有溃堤的风险！我去帮丁大人！这个道理我明白，大人。可是您，大人，地坝出事了。走。太危险了！丁大人来了，必须得让一让！大家让一让，丁大人，大家让一让，让一下。出了何事？阿福兄弟，你赶紧跟大人说说。大人，堤坝出现了翻沙谷水。翻沙谷水？翻沙谷水也是新修的堤坝，泥土上松，一直被大水冲刷，土中的细沙被大水带走了，在堤坝之上形成了沙环，变为翻沙谷水。我已发现多处堤坝出现翻沙谷水，幸亏我发现的早，否则如何？大人，那咱们要不要再加派些人手？诸位放心，出现翻沙谷水的堤坝都已经重新修好了。今日翻沙谷水，若不是阿福兄弟及时修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本官感激你啊！大人，虽然这谷水暂时抑制住了，但仍然不能松懈。我建议3日之内日夜值守，若再无谷水，方可放心。云飞、松如，大人，把民夫分成3班，日夜巡逻，不得空岗。今夜就由我来值第1班。
阿福兄弟啊，你常年治水修理堤坝，经验也很丰富，你可否想过，此次谷水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今天在这个堤坝上巡视了一下，我好像认为是这粘土不够所致。你看呢？大人，在这修堤之中出现翻沙谷水，倒也是常事。此次的原因，小的也不太清楚。不过大人放心，我已经看过堤坝了。除谷水之忧，堤坝无其他隐患。堤坝合龙只是早晚的事。堤坝尽快合龙，你们就能早日回家了。阿福兄弟，阿福，你怎么了？大人，小的已经没有家了。为何？小人的家便就在东明县附近。东明县溃堤之后，洪水过境，房屋尽毁。小人的女儿葬身于洪水之中，妻儿到现在都不知所踪。